只因被取笑命根子短，暴露狂为了维护自尊心，便在法庭上当着所有人的面展示出了自己的长处。这下可算是不打自招了，不用在审理就可以直接给他定罪了。警察本以为案件就这么顺利结束，哪知当晚又发生了一起变态凶杀案。凶手不仅将死者捅成了筛子，还切掉了他的命根子带走了。而现场的营运执照显示，死者只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到底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才让凶手如此痛恨他呢？随后专案组就对案件展开了调查，但此时他们还不知道，死者其实是一名强暴了70多人的性侵犯。很快警察就走访了出租车公司，可奇怪的是，这个人早已因罪被判刑了，现在正被关在监狱里呢，所以死者可能是另外一个人。于是聪明绝顶的队长亲自查看起了那张出租车营运执照，不料警探只觉得这一幕挺搞笑，还以为队长老眼昏花了呢，哪知道姜还是老的辣。队长一眼就看穿了这上面有蹊跷，接着就令他们去监狱调查一下真正的司机，看他是否得罪了什么人。这下两人算是心服口服了。随后本森和泰勒就来到了监狱，见到了真正的司机永强。据他交代，在入狱前就已经把运营证给卖了，是在一家咖啡馆卖给了一个外国人，但遗憾的是却不知道对方的名字。紧接着两人又赶到了那家咖啡馆，据老板证实，永强和死者确实是常客，并且死者昨晚就来过，可再多的事就不知道了。警察据此猜测，要成为出租车司机很容易，但死者却要私下购买营运执照，所以他很可能是非法移民。而就在这时，一个大胡子突然追了出来，声称自己认识死者，还知道他的真名叫玉田，并且昨晚半夜恰巧在这看到有2个女人招了他的出租车，至于女人是谁他就不认识了。而有了真名后，警察很快就查到了玉田的住址，恰巧这时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回来，在听到噩耗后直接就晕了过去。事后妻子承认玉田是非法移民，并请求警察一定要逮捕凶手。而此时技术科也有了新发现，他们在出租车上找到了一片女人指甲，恰巧永强曾经因为拉皮条导致2名已婚嫖客被捕。 I'm sure their wives must have been thrilled. You're up to speed. What do you say you go interrogate a husband? 随后警察就找到了第1名嫖客，想知道那晚他妻子的动向，哪知嫖客根本不想再提及这件丢脸的事，对警察的质询很是不客气，甚至动起了手，结果却是自找麻烦，自取其辱，最后不得不乖乖交代妻子半身瘫痪，从不离开轮椅。这么看来，他的嫌疑就被排除了。而第2个嫖客是一名艺术家，他的妻子竟是一名双性恋，事发那晚正在和女伴在酒店厮混，所以他也有不在场证明，因此2名嫖客妻子的嫌疑完全被排除了。这时国安部又发来了消息，通过指纹比对，他们发现了玉田的真实身份。队长看过后，心情立马变得沉重起来。接着泰勒也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本森。 He's a Serb. He's under indictment for war crimes. What did he do? Commanded an ethnic cleansing unit. He was a rapist. Indicted, not convicted. How many women? 67. How many are still alive? We have 15, 5 here in the New York area. 本森对他的同情顿时一扫而空，而后2人就又来到了玉田家。刚进门，嫉恶如仇的本森就质问妻子：“你为什么撒谎？”可妻子却不认为这与案子有关。泰勒也警告他，如果想抓住凶手，就得说实话。 And I can see from your face that you know what he did. You don't know anything. Stephen was a wonderful man. He was the greatest father I have ever seen. 哪知本森的情绪也被激起来了。 What was it like sleeping with somebody who raped dozens of defenseless, terrified women? My husband is dead. And you know why? Get out! Go! Get out of my house! 好在冷静的泰勒及时将本森拦了出去，并告诫他这么做会被投诉的。不料本森却狡辩是妻子对警察撒谎，妨碍了调查。而泰勒也看出本森这是带有情绪了，担心影响办案，于是开导他，警察是无权挑选受害人的，希望本森保持冷静。本森这才迷途知返。而这时法医也发现了尸体的一些新情况。 Width of entry and depth of penetration varied over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ody. Some of them were made by a blade with a serrated edge, some of them were clean. 所以法医推测凶手不止1人。于是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警方就把嫌疑人锁定在了那5名被强奸的幸存者身上。哪知见到的第1个就让他们破防了。女孩双目失明，满脸伤痕，本森的心都要碎了。而当他提到玉田的名字后，女孩竟突然浑身站立了起来，从骨子里对那个名字充满了恐惧。He is the one that did this to me. 本森心里一时五味杂陈，已经没必要再问下去了。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He's dead. 这或许会给女孩些许安慰吧。接着本森擦干眼泪，化悲痛为力量，决定继续查案。毕竟他要履行一名人民警察的职责。随后他们来到了第2名幸存者家里，可只有丈夫自己在家。但就在警方准备要离开之际，突然家里的儿子跑了过来。然而当父子俩同框之后，本森看到他们的模样，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而男人也承认他其实是继父，妻子的前夫去世了。这就对了，那个孩子的父亲肯定是玉田了。紧接着本森就独自找到了第2名幸存者玛塔，在仔细检查了他的手指甲后，本森让他坦白。可玛塔既不承认儿子的父亲是玉田，也不承认自己杀了人。但本森质疑他为什么听到玉田死亡的消息后却一点也不惊讶。
We went to grammar school together. That night he raped me. He raped me every night for 23 days. Sometimes he was too drunk, so he did it with whatever was there. A wrench, a pistol, a broom handle. Every day he would handcuff me to his bed. And every night he would say that maybe when he's tired of me, he would shoot me instead of using me. 所以玉田死了，玛塔一点也不难过。听到他的悲惨遭遇后，本森再也没心思待下去了。尽管他确定玛塔就是凶手，可回到所里后，本森竟谎称没发现玛塔有嫌疑。但泰勒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异样，心里明白本森这是动了恻隐之心，可也不好把话说得过激，于是决定先去寻找其他幸存者。随后就来到红浪漫餐厅，找到了老板安雅。安雅对玉田也是恨之入骨，因为她杀了她的丈夫和孙子，但也声称那晚一直在餐厅，哪里也没去。而就在这时，恰巧厨师来找她签字，警察注意到了她的手受伤了。You had hurt your hand. Kitchen exhibits. 这个解释很合理。而后本森又问是否认识玛塔，安雅也做了否定回答，看似一切都很正常。然而俩人都看出来他撒谎了。随后泰勒决定逮捕玛塔和安雅，但本森却想以没有证据阻拦。可泰勒有信心让他们先认罪，本森拗不过，只好一起先将玛塔逮捕了，接着带着他来到了餐厅。然后泰勒直接和安雅明言，在出租车里找到了一片指甲，等会就比对和你的 DNA， 到时真相就清楚了。安雅见状就要去给律师打电话，不料却看到了窗外的玛塔。他知道一切都已经暴露了，于是突然抓起了桌子上的大刀，举过头顶。食客们吓得仓皇而逃，警察也急忙上前拔枪相向。谁知绝望的安雅却狠狠扎向了自己的大动脉，泰勒赶紧做了抢救。Please, don't help me. 最终，安雅在向泰勒说出了遗言后，安静闭上了双眼。事已至此，玛塔也向警方坦白了一切。那天他打车听到声音，意外认出了玉田，而后就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浑身发烫。这时，安雅突然先用刀刺了过去，然后他也加入了，接着俩人不停地刺，不停地刺。当时玛塔的脑海里全是玉田强暴自己的画面，所以像疯了一样。听完了玛塔的讲述，检察官也陷入了沉思，最后决定网开一面，只起诉玛塔因精神折磨犯下了2级杀人罪，而且因为玉田被控战争罪，安雅也自杀了，所以玛塔最终会被判18个月的精神治疗。哪知聪明绝顶的警长又看穿了一切，随后将本森俩人单独叫去了办公室。他可不相信2个女人逛街会随身携带大刀，这个案子明显是有预谋的凶杀案，是本森俩人在故意包庇玛塔。不过鉴于此案死者的特殊性，最终队长还是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眼，